大家好，歡迎來到文昭談古論今。今天是嘉東時間2026年2月25號，丙午年的正月初9，春節假期結束。接下來的大事就是3月初要召開的人大政協兩會了，也就進入了中國經濟政策的集中釋放季。今天想說的是，中共正在動用最後的工具來挽救經濟，但是信號並不是今天或者昨天出現的，而是在今年的頭2個月持續釋放的，又會通過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和後續的一系列機構文件加以明確化。那我們今天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中國的經濟危機到底嚴重到了何種程度，又有哪些政策工具是為更壞的情況準備的呢？我們這些 YouTube 創作者有一個優勢啊，就是也算能接觸到大數據，經常能夠接到觀眾的一手反馈。這些反饋意見雖然經常比較情緒化，也帶有偏見啊，它不一定全面反映事實吧，但是最起碼提供了一個調查的線索。比如咱們上一期講老高被罰款4.1億元這個謠言的時候呢，就有老高家鄉大連的觀眾反饋，提到當地的財政狀況，說大連財政確實沒錢，房價跳水賣不出去，外企撤離，貼條違停貼到臘月28。我理解啊，他這句話的意思是說，除夕的前一天，大連警察都沒閒着，都還在出來給那些違章停車的貼罰單呢啊，不讓市民過個安心的年啊，你看一點都沒有同理心。這位網友還說，初2就出來抓酒駕，幾個區圈地都賣不出去等等啊，還有網友留言說，大連公務員都發不出來工資了等等。這些吐槽大家在網上能夠看到很多，那真相是什麼呢？我做今天這期節目之前去查了老高的家鄉大連市的財政狀況。大連市2025年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是772億元，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是1122億元，所以赤字是大約350億元。那這個缺口比2024年的310億元又擴大了，又增加了赤字40億元。但是最後大家看到大連市財政局的決算報告呢，應該會顯示收支平衡，因為會通過中央轉移支付，用省級政府的發債收入，還有穩定預算調節基金來填這個坑。最後官方會告訴你，2025年大連市的財政實現了僅平衡，但其實收不抵支的狀況比2024年還增加了40億元。所以那位網友反饋的說大連市沒錢了，這句話呢是比較簡單化、情緒化的表達，但是有相當部分是符合實際的。那麼具體的，對於傳出了對老高處罰書的那個大連市甘井子區，它的財政狀況是怎麼樣的呢？那份行政處罰書很可能是假的，但是我們用它作為入手之處來了解一下財政狀況。甘井子區2025年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狀況，現在還沒有完整的數字，但是2024年的數字是有的。2024年，它的收入是比头一年同比下降了11.8%，是百分比2位數的大幅度下跌。估計2025年的收入比起2024年呢，會大體持平或者略有增長。我們在閱讀中國的財政數據的時候，大家要知道一個背景啊，就是中國的 GDP 增長指標會分解到每個省和每個城市。像大連的這樣副省級城市，2025年它領到的 GDP 增速的任務是 5.5%， 財政收入相應領到的任務是要增長 3.5%。但是大連市自己報的成績是2025年 GDP 增長了 5.7%， 那麼與這個數字相匹配，它的財政目標應該也是接近完成的。可是大家都有體感，實際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地方政府還要增收怎麼辦呢？那很顯然，它基層政府的壓力就會增大。那麼不管是通過加強稅收徵管的方式，還是通過非稅收入的方式，搜刮的力度都要加強。這是我們在理解傳出老高被罰謠言的時候應該了解的背景。要知道，任何謠言它能夠得到病毒式的傳播，就說明它有真實的成分，它與人們的創傷體感是相符合的，人們願意選擇相信。觀眾反饋的另外一條消息說，大連的警察貼違章停車的罰單一直忙活到臘月28，還有大年初2就出來查酒駕。其實不只是大連有這樣的抱怨，全國許多城市都有。大年初2就出來罰款啊，這個事情倒是常見的。公安的解釋呢是說，為了保障交通安全，是要提醒公众年節飲宴不要搞得太嗨，不要釀成事故。那到底是不是這樣的動機呢？大家就自行判断。好，以上只是以大連為切片，接下来我們再看全国範圍。地方政府所仰賴的那個賣地收入土地出讓金，在2025年繼續跌到慘不忍睹。2025年全國範圍內土地出讓金收入
比起2024年又下跌了14.7%，2024年跌的就夠慘的了啊，是同比跌了16%，所以2025年已經是地方政府這個收入連續第4年的下跌了。當然，這個數字是和房地產市場的蕭條相呼應的，它意味着新開工的商住項目在持續減少，而且房地產庫存的消化非常緩慢。另外有一個趨勢我們也要注意，就是這個土地出讓金的下跌速度啊，2025年其實並沒有減緩，它下跌的區間比起2024年也沒有明顯的收窄，只不過是從16%變成了14.7%，同樣是百分比2位數的下滑。那也就說明地方政府的賣地收入還有很強的下墜力道，還有很大的下跌空間呢。這個事兒遠遠沒有到頭。至於說罚沒收入這一塊啊，因為最近談到了老高被罰款這個謠言啊，所以罰沒收入也是很多朋友所關心的。它在2024年是有一波飆漲，一下子比2023年漲了14.8%。遠洋捕撈這個詞兒啊，就是從2024年開始流行的，引來了很多輿論的關注。但是在2025年全國性的已知數據當中，罚沒收入這一部分看起來是有所下降的，比上一年減少了大約5%，但是總量還是很大啊，是在4000多億元，仍然處於高位區間。不過呢，在中國有很多了解情況的朋友知道啊，是有很多看不見的暗門的，是能夠讓事實上的罰款看起來不那麼像罰款的。從而就讓罰沒收入這個科目下的金額看起來不那麼驚悚，不那麼引人注意。最常見的方式就是地方政府以盤活國有資產的名義進行罰款，比如他承包出去的礦山重新估價，那就說原有的承包費低了啊，就讓承包商補足差價。同理，對於歷史遺留的拆遷問題也重新評估地價，那就讓這個違章建築的所有者呢補齊這個地價，你這個建築就可以留着不用拆了，其實也事實等同於罰款。還有各種形形色色的補規費啊，比如地方政府告訴你說，根據去年我們的環保監測數據啊，你這家企業的污染排放是達到了更高一級的收費檔次，所以你以往繳的那個置污費就不夠了，你需要補繳費。你說不對呀，按照我們公司自己的監測數據，我們的排污是没有超標的，是在低費率那一檔之內的。當然你最後是爭不過政府的，還是得乖乖的交錢。再比如說你過去占道經營，但是通過找關係疏通以後呢，政府就對你睜隻眼閉隻眼，暫時沒管你。現在財政困難了啊，你的關係也行不通了，所以政府又找上你，要求你補繳占道費，而且要把以前各年所積欠的占道費都繳清。那這都是不以罰款的名義行罰款之實。總之，政府要收割你辦法有的是。總之，2025年罰沒收入在政府的賬面上是下降的，這和很多人的體感不相符合。像大連這樣的地方政府的解釋是我們更多的通過盤活國有資產來增加非稅收入，而減少了對罰沒收入的依賴這個罰款只占非稅收入這一部分的10%左右。那麼官宣和體感，大家相信哪一個呢？又請大家自行選擇。數字講多了，大夥兒容易迷糊。我這裡再提一個關鍵數據，就是2025年中國的 GDP 號稱增長了5%，而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中央加地方總體是下降了1.7%，要算上賣地收入的話，下降的更多。那大家看這就不對勁兒了，是吧？請問政府有大規模的減稅嗎？沒有嘛。有什麼大規模的反利於民的舉動嗎？也沒有嘛。那這個社會最終產出的產品和服務看起來在增加，你 GDP 才能增加5%嘛？可是財政口徑在沒有任何反利於民的情況下，收入卻在下降這就明顯對不上號了。我們很難找到自由市场經濟下的指標像什麼失業率貸款違約率很難找到這方面透明的數據來觀察中國經濟的惡化程度。除了看財政收入之外呢，要觀察中國經濟還得走另外一些偏門。前些年呢，還有一個李克強指數就是從耗電量、鐵路貨運量和實際貸款發放量這3個指標去和 GDP 對比，看看那個 GDP 增長有多少水分。但是呢，這個李克強指數放在今天也不太管用了，它只適合於2000年代初李克強主政遼寧期間去衡量那種重工業占比比較高的經濟體的狀況，而現在的中國經濟整體來講比那個時代要複雜得多，所以我們目前只能通過一些更間接的跡象來判斷中国經濟的狀況比如怎麼都避不開的穿幫，上面講的 GDP 增長和財政收入下降，就是這種怎麼粉飾也填不上的坑。
還有呢，就是持續觀察一些問題，比如化債，說了1年多，後來悄無聲息，到底化的怎麼樣了啊？化債這個問題我們以後還會提到的。還有就是去分析經濟總量當中一些權重高的行業啊，上下游產業鏈比較寬泛的行業，他們的狀況。那現在這方面的重點毫無疑問就是房地產行業，房地產行業好不了，那你說經濟欣欣向榮啊，正在朝光明面轉型，那這話怎麼都講不通。另外呢，就是觀察物價的變化，這就接近體感層次了。那現在物價體現出來的是通縮等等，只能從這些間接的渠道去觀察中國經濟。好，接下來說說中共挽救經濟的最後工具。這裡說的最後呢，是指超出常規以外的工具組合啊。大家想，是不是中共最後會不会給老百姓發錢呢？這事兒您就別指望了。會不會讓國有企業大範圍破產，私有化的方式來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啊？這事兒你也不用指望了。我們說的最後工具，肯定是在中共的想象力和承受力許可範圍之內，它最後能夠採取的辦法。那接下來我們就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行業干預這幾方面來看，中共的最後工具是什麼啊？再重複一遍，是從財政、貨幣和行業干預這幾方面來分析。首先是在財政上啊，最後工具也就意味着超大規模的財政刺激，國債的發行規模得大幅度增加。2025年所發行的特別國債主要是超長期國債，其實比起2024年已經有大幅度上漲了。2024年是發行了1萬億元，2025年是13000亿元，這已經算是一個非常顯著的擴張了。而且2025年的超長期國債啟動的時間也有所提前，是4月份就啟動了，比頭一年要提前1個月，那說明財政狀況是比較吃緊的。還要加上5000億元為銀行注資的特別國債，所以2025年新增的特別國債就達到了1.8萬億元，比起上一年增加了80%。這麼一說，大家就覺得特別猛了，是吧？那麼2026年會新增多少特別國債呢？這個額度現在還不知道要等到春季的2會之後才能夠明確。但是外界估計去年1.3萬億元那一部分呢，今年最多會增加到1.8萬億元，也就是用於重點項目和補貼消費的這部分特別國債，今年最多會增加4成，那也是相當激進的擴張啊。所以更加激進的財政政策，其實中共已經在考慮之內了。那請問這招它夠狠嗎？在中共建政70年的財政史上，這就算是史詩級的擴張了，在國際上也算是下力非常猛的短期刺激政策了。如果加上地方債，2025年中國新增的政府債務是接近12萬億元，而名義 GDP 才140万億元，這個比例已經超過了8%，這是廣義口徑的政府融資，它相當於日本政府在1998年至2000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那個年均的政府債務增速了。而且中國政府的債務規模在2006年還要繼續擴大。特別國債這個東西得專門說一下，它是中央加槓桿，它刺激力度更大，錢投出去了會直接砸向一些重點項目比如像雅魯藏布江大壩這一類的，還有呢消費補貼這類的特殊領域，它來的比較直接有針對性，就不像地方債。地方債有40%左右屬於一般性債務，是用來支付行政開支還有基礎設施維護這一類資金缺口的，這一類花錢並不產生直接收益。而中央的特別國債呢，就相當於一針腎上腺素，一針打下去馬上恢復心跳這也是為什麼2024年它推出來的時候一度特別受到歡迎，被很多人看好。但是连續幾年的激進債務擴張之後，其實刺激的效果相當有限，反而讓這個特別國債走上了要停不下來的節奏。那麼請問擴張太快它會有什麼後果呢？特別國債這個東西因為它的利息低，兌付期呢又長達幾十年，所以短期內它不會有太強的償債壓力，但是它对經濟結構的扭曲作用非常明顯，因為它是中央直接下場，用砸錢的方式來干預經濟，這就讓 GDP 的增長更多的押寶在那些中央財政支出比較看好的項目上，地方政府為了完成 GDP 考核也要爭上這樣的項目，就會造成同質化競爭。像什麼機器人一些高科技產業之類的。在中國決策權過於集中這樣一種體制之下，產能過剩就更加容易發生，內捲也更加不容易解決。如果在10年以前的話，這種狀況還不是那麼致命，但是現在有可能很致命，因為國際環境變化很快。
國內的產業環境在這種畸形的誘導之下，就非常容易和國際相脫離。第二項最後的工具就說到貨幣了，就是極端寬鬆的貨幣政策，接近於日本的量化寬鬆政策。上面講的更加激进的財政政策其實中共已經有跡象要動用這項工具了，在不斷加碼。那麼在貨幣政策這一點上，能夠向日本靠攏嗎？我們看日本什麼狀況其實日本已經抵近了最底線了。在2024年日本退出負利率政策之前，它的短期基準利率是負0.1%，確實已經低到不能再低了。目的呢，就是鼓勵大家拿便宜錢去借貸投資，以及鼓勵消費這個儲蓄沒有價值。而中國的市場基準利率呢，是以 LPR 這種形式來體現的。咱們講金融話題比較麻煩，專詞比较多。总之呢，大家明白这個 LPR 它的作用呢，就相當於市場國家的基準利率就好了。你拿到手的那個貸款，不管是企業貸款，還是個人消費貸款，還是住房抵押貸款，銀行給你的貸款都是在基準利率之上有一些加成有一些上浮點數，大家理解到這一步就可以了。中國的 LPR 這個玩意兒已經有連續多個月保持在1年期 3%、5年期 3.5% 的水平上了。那麼請問這個利率水平在世界範圍算高算低的呢？算是挺低的了，比目前美國和歐盟的利率都低，但是高於日本。但是利率這麼低，你看經濟還是這個奶奶樣，那接下來當然就只能夠向日本的方向靠攏了。只不過呢，中國的利率不會降得那麼快。央行在多次會議上已經強調要保持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這裡的關鍵詞是寬鬆，還不是適度，因為啥時候他都會說適度，再極端的時候都會說適度，提高利率的時候他也會說適度從緊。也就是說2026年的中國實際市場利率還有銀行存款準備金的水平還會往下調，只是央行在等待一個政策釋放的時機，估計呢也會在春天的2會之後，只不過呢不會一次降很多，通常一次是降 0.1% 到 0.25% 不等，就看一年能夠降幾輪。這個降幅在2026年1年之內預期不會特別大。但接下來關鍵問題來了，不是說央行捨不得降息，不是捂着這招捨不得放出來，而是降了息其實作用不會很大。因為在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和在市場經濟國家並不一樣怎麼個不一樣法呢？簡單的說，就是在中國流動性的阻礙不是在央行這個環節，而是從商業銀行到企業，他們都沒有借貸的意願。商業銀行是手上攥着一大筆錢，但是龜縮在安全的領域，他們寧願去掃貨，購進大批低利率的超長期國債，也不願意以更高的利率把這個錢貸給中小企業。而企業們則是乾脆躺平你銀行息貸那你就息去唄，反正我也不想借，我是不投資不擴張，只維持最低限度的活着。如果實在幹不下去了，企業死了那也行，我就企業關張清空存貨，我就吃老本，進入冬眠狀態，過幾年再說。對企業來講他們的難處是做啥生意都不賺錢，是找不到掙錢的項目，而不是融資成本高。所以這麼一個現狀呢，就讓降低利率實際作用不大。你降低利率又不是說借錢不還了是吧？那我幹嘛要借錢呢？那咱們再說更極端一點的，不僅不用給利息，連這個本金銀行都白給你，那你要不要呢？在今天的中国這也得看情況。如果說附帶有一堆条件，比如說有納稅的條件有創造就業的條件有多少年不得退出的條件那個白給的錢又不多，你算筆賬下來還是會虧錢，那還是不要。因為流动性的阻礙目前並不在利率，所以中共所採取的激進政策就不會體現在利率上。貨幣政策這個領域，中共最後的工具，我估計是強干預，強制銀行放貸。那這種做法是很符合中共特性的，沒錯，就是這麼簡單，就是這麼粗暴，越是急的時候越粗暴你說人口多了怎麼辦？不准生就完了唄，上计生委八房牵牛，把孕婦抓起來強制流產。中共可不會通過什麼提供居民補貼，提高女性的教育水平，誘導人們來減少生育。共產黨不會幹這個事兒這個就太不立竿見影了，他直接就給你上那些強硬手段。那請問脫貧怎麼脫呢？就直接給農戶發牛發羊你就算摘帽了，你就脫貧了。那你明年又返貧了怎麼辦呢？反正基層政府的考核指標完成了，別說你返貧你就入了土也不關他的事兒。同理可得，央行放出來的錢都窩在金融体系裡面，放不出去怎麼辦呢？也非常簡單，強制銀行貸出去就完了唄。那這種強制對於銀行來講
就是考核权重的轉變，是以這種方式來實現的。過去呢是把壞賬監管看得很重，那今後呢有可能這個貸款指標考核的權重就會加重了啊。那上級就要規定某些類別的貸款任務必須要完成，到時候要考核，你這個貸款數量達不到指標，就要對銀行官員進行處罰。你說光商業銀行有壓力，把錢貸出去還不夠，作為需求端來講，企業他不想貸啊，那就還需要政府去動員企業，向企業攤派。你說我這家企業不需要貸款啊，那不行，我說你需要就需要，你如果不貸款的話，我有的是辦法收拾你啊，也有指標任務，聽起來很魔幻是吧？那中共現在有走到這一步的可能嗎？應該說啊，直接下這樣的命令還沒有，但是跡象有，信號在加強。比如央行有要求一些類別的貸款啊，什麼中長期貸款、对制造業的貸款、对小微企業的普惠貸款，增速要高於貸款的一般增速。還有一些呢是銀行不會對外公開的政策壓力，比如卡耐基基金會有報告說，2025年當局就要求銀行增加消費貸款，為那個拉動消費做貢獻。強制貸款這一招2025年來的還比較含蓄，比較軟，我估計2026年它會來得更硬更直接，所以我把這一招也歸入中共有可能會採取的最後工具之一。當然違背了交易雙方的真實意願，那就是強買強賣，會從根本上摧毀市場秩序，帶來很大的災難啊！北宋年間王安石變法的青苗法就是這麼被玩壞的。按理說放在今天，這是一個常識，不需要有什麼高深的金融知識都能夠理解，知道這種強制貸款是要不得的。但是你看看一尊能夠搞出強制脫貧這麼一出來，他的認知水平在哪兒，你大概就有數了。再加上他身邊現在都是說他如何英明偉大的人，沒有任何人能夠提出反駁意見，那保不齊他2026年就會幹出這種事兒。再有一項最後的工具，就是中共政府大規模介入房地產市場，提供硬兜底來挽救房地產業的危機。按理說這一招也算實有前例。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美聯儲就曾經大量购進房地美和房利美的債券，阻止美國房地產業的連鎖崩盤阻止美國家庭的財產被血洗。但是呢，美國這種情況還不太適合於中國，因為中國房地產業的債務過於龐大，政府要接盤難度太大，所以恆大的倒下，還有碧桂園、萬科他們的暴雷，政府都做事沒有救，就是不想給業界這個預期，不要以為政府最後會來當接盤俠。但是房地產業繼續這麼垮下去，它占經濟總量的權重太大，上下游影響的就業長多達上億人，中共是不是能夠一直沉得住氣，這是個問題。你別看什麼新三建炒得那麼厲害它吸納的就業只是100萬級別的，是完全沒有辦法和房地產產業鏈相比的。那麼會不會等到暴雷爆過幾波，殺傷力有了一定程度釋放以後，中共會下場去救房地產業呢？這種可能性我認為也不能排除所以我也把它當成中共會採取的最後工具之一。最後總結一下，2026年中共有可能採取的挽救經濟的最後工具，包括有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激進的貨幣政策，甚至以全面脫貧的那種方式來直接干預金融，以及挽救房地產業的危機。會不會往這些方向走呢？讓我們在接下來幾個月保持觀察。那麼今天的時事話題咱們就聊到這兒在會員網站這個星期已經有道理博士更新講美國的中期選舉。那麼明天如果有合適的新聞話題，我仍然會在 YouTube 上出節目。好，謝謝各位。